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2月3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见面啦。特斯拉如期上涨，接下来就是耐心持股，别被洗盘下车。但真正能否特斯拉去冲到前高414，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空间压力。今天阿哲会在视频中详细告诉大家，特斯拉下一个空间压力是多少，以及短期持股要关注什么。而对于美股的12月份，阿哲认为这是一个多头会有大幅上涨利润的一个月，阿哲会通过具体的历史数据告诉你原因。今天的内容有一点多，阿哲就不废话了，赶快进入到今天的正题。我们看到今天的图版，那么今天我们依旧照常进行。先看到目录，本期视频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的第114期。阿哲呢依旧会通过3个方面、3个部分来告诉大家本次的行情视频。第一部分是纳斯达克指数市场观察的3个要点，第一是防守阴线的复习、空间的测算，以及12月份的上涨预期从何而来。那么防守阴线，阿哲近期提过很多次了，如何通过一根阴线发现市场当中后续的机会以及风险。那么怎么去看到防守阴线和它的机会在哪？你会发现这些阿哲标记了防守阴线的 K 线，在后续这根阴线它不止没有导致市场下跌，反而后续有不错的上涨利润。阿哲呢是在10月初的时候分享过一次，而后你会发现每一次防守阴线的出现，是不是股价都出现了上涨，股价都见到了低点。那如果你是老同学，一定要把它记住了，后续再次遇见不要说又忘记了。新同学也同样如此，你一定要把防守阴线学会。第二部分是关于特斯拉和英伟达的2个空间方面的解析和它的专题分析。第三部分是比特币相关以及苹果和亚马逊的个股解析。希望今天的视频对你能够有所帮助。在正式开始防守阴线学习之前，阿哲这里插多一个部分，叫做趋势的解析。这里呢很简单，我们只讲其中的一根趋势线。这里有几条趋势线啊，有上升趋势，有下降趋势线。那么这里今天阿哲只讲一个，这一根趋势线呢，就是左侧这一根阴线它的开盘价，以及呢右边这根阴线它的最高价所连成的趋势线。那么阿哲说过，这一根趋势线它是一个关键的支撑。那么12月份上涨预期之下，只要短线不跌破这一个上升趋势线，那么阿哲认为12月份它可能不只是会有大幅的上涨利润，那么当月呢它可能还能够收出一根不错的阳线。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一根趋势线前面的低点以及这一根阴线的低点所连接出来的一根上行的趋势线，那么它之前呢是有支撑的效果，而现在呢股价在跌破之后出现了缓慢的震荡，到目前还没有向上突破。昨天收出了一根什么呢？12月份的开门红，而这根阳线它却并没能突破，走势很强劲，但是没有突破。那么它已经非常临近于这一根趋势线的压力，而这一个压力如果不能突破，那么美股的短线则将容易回落，这是短线上美股容易面对的一个短期的风险。虽然我们说12月份大体是看涨，但是短线这个压力过不去的话呢，它会出现回落。因为在这一个夹角当中，我们曾经说过，它在走的一个走势是一个扩散型的上涨运行。那比如说它在上行过程当中，它只要不走加速，不去突破这一根趋势线，那么它就会维持这种扩散，只是往下走，而后就是机会会继续往上涨。那只要不跌破这一个下方的支撑，那么它就会慢慢的打开上行空间，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相对震荡的扩散的上涨。那如果要加速，那必然呢需要有一根 K 线将它突破，才能走出短线加速。这是在趋势线上我们去关注的2条趋势线，希望对大家呢也能够有一些思考的价值。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到防守阴线的学习，这项技术大家一定要掌握。这一项技术阿哲在10月初就分享了，但是当时阿哲刚刚介绍，就有很多人呢在评论区或者是在直播间当中跟阿哲说，阿哲你这个方法真的有效吗？太过于老套了，这种方法都老掉牙了，真的有效吗？
九田战法100年前的东西，你还来教我，你还来告诉我，我不想学。好，那如果当时你没学会，那你会发现已经过了2个月了，10月初讲的，现在12月，2个月过去了，每一次纳斯达克指数下跌的低点，你会发现有80%都是防守阴线所形成的，而后的上涨你都能够把握得住。那现在你有没有后悔？那假如你是新同学，你之前确实没听到，那么现在你一定要保持极度的专注，把它学会，千万不要跟以前的某些同学一样，觉得这个方法过于老套，过于简单，就过于轻视而不去学习。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法很简单，第一个条件就是它需要由2根 K 线构成，一根是阳线，一根是阴线，阳线在前，阴线在后。第二是关于实际的价格，阴 K 线的最高价应该比阳 K 线的最高价要低，这里的最高价是包含了影线的。第三是阴 K 线的收盘要小于阳 K 线的最低，当天阴线的收盘价要比阳线的最低价还要低。那么构成这3个条件，阿哲就认为这是一个上涨当中的砸盘行为。那如果你对于市场当中的九田战法是有所认知的，你会知道九田战法当中本间中九对于这2根 K 线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他的看法是市场会走空。那为什么阿哲你觉得它反而可能是一个做多点，或者说它是一个市场砸盘呢？第一个就是100年前的技术分析确实现在简单去看会有所老套，但是我们稍作创新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惊喜。而关于这2根 K 线的看法，到目前为止阿哲没有在油管上其他博主那里有听到过，所以直至目前，那么应该还是阿哲单独在讲。那么发现这一个情况，发现这个规律，至少目前阿哲是没有发现有其他人在讲，而是发现不是发明，因为这呢是对于九田战法在美股市场的应用的继续的延伸。现在我们看到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在图表当中有一个笑脸标记在某些阴线的高点之上，而这些笑脸呢就是一根防守阴线。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某些防守阴线是否符合要求。首先是一根阳线，而后呢是一根阴线，构成最基本的一阳和一阴。而阴线的高点是没有比阳线高点高的，同时阴线的收盘价是比昨天阳线的最低价低的。那么这些阴线的出现就是我们所说的防守阴线的构成。那防守阴线为什么在本间中九认为它应该是看空的呢？很明显，市场在上涨当中如果出现这样的行为，昨天还涨得好好的，今天突然出现这样一根阴线，高点都没有比昨天最高价高，所以它完全没有创新高。当天在昨天买进的人大部分在开盘就有所亏损，而后阴线的收盘比昨天阳线的最低还要低，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当天的收盘价基本把昨天的买方的利润都吞噬了。那么这是对于短线的多头情绪非常打压的一种现象，那么它自然而然是空方强多方弱的表现，市场后续应该是要看空的。那么这种分析到目前为止依旧是有效的。当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出现了这样的防守阴线，本就理应是看空的，本就出现之后理应是看空的。但阿哲还发现，在很多时候如果是见到低点或者说多头强势时，你会发现防守阴线这种空方宣泄、空方耗尽的情况反而更多。这一个防守阴是低点，这一个防守阴，这些防守阴线基本上都是低点，包括这前面的防守阴线。你会发现在目前美股市场多头强势的上升趋势当中，防守阴线见低点的概率远大于防守阴线后续持续下跌的概率。那我们怎么知道反手阴之后是会上涨还是会继续下跌呢？不能说概率更大的是低点，我就在防守阴周去买进吧，很明显不行。你买了之后，要是它是下跌怎么办？你不就被套了、被亏了吗？所以这里我们需要有一些明确的分析方案。第一个就是当市场当中出现了这2根 K 线之后，我们认为它会有2个表现：第一，市场后续会反弹；第二，市场后面会反转。当然还有第三，就是市场会继续单边下跌。我们说一下第一种为什么认为市场会反弹。你会发现的是，不管
防守阴线究竟会不会后续看跌，还是走出砸盘后的反转？它基本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大概率后续会有反弹，不管后续是下跌还是上涨，它在反手阴出现之后，你会发现是不是或多或少都有反弹出现呢？这就是防守阴线给我们的第一个思考。因为防守阴线的特点，股价上涨中突然之间出现大量的空方的宣泄，它容易是一个空方短线的耗竭点。当天跌得太狠，或者说当天打压得太凶，那么空头反而会有宣泄的现象。在我们古人当中有说过一句古话，叫做盛极而衰。上当中任何一方的力量过于的宣泄，就容易有衰竭的情况出现。那么像这种下跌，往往后续会有反弹产生。当然了，它究竟是反弹还是反转，也要去区分一下。如果你发现市场当中的上涨，它在止跌之后出现了这种反弹，它一般是不会去突破防守阴线的高点。如果是反弹，一般不会突破防守阴线的高点。虽然说空方宣泄之后容易让多头有可乘之机，但是如果市场真的是空方强势的，那么在多头反击的短期内就容易空方再次蓄力，再次回归到下跌当中。所以你会发现反弹归反弹，该下跌还是得下跌。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反弹还是会反转？更大的观察点就是这一根阴线的高点能不能被突破，如果能突破就是机会，不能突破那么往往就是反弹，股价会再创新低。不能突破是风险，不能突破，而如果能快速的3-4天，最好是1天股价直接突破，那么效果会更好。那么像这里股价反弹但是没突破，所以股价还会下跌，下跌时又出现了防守阴线，快速的反包，那么就是大机会。股价只要能够突破，就至少说明多头短线是有机会的，能突破就说明短线有机会。包括最近我们不管是在直播当中还是上期的视频当中都讲到的防守阴线，它的突破就是机会，而且越快突破机会越大。那是不是突破之后第2天立马高开高走，出现了一根不错的中大阳线？这是我们所讲到的市场当中的防守阴线，现在你学会了吗？听到这里，如果你是老同学，也千万不要忘记在观看视频的同时，记得帮阿哲的视频点个赞，支持阿哲后续每天的创作。如果是新同学，那么你一来，阿哲就准备了一份大礼送给你。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本视频当中为阿哲点一个订阅，订阅阿哲，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知识分享。很多技术分析，阿哲想要告诉你，以及呢跟你一起研究和探讨。那如果你还未订阅阿哲，也记得订阅阿哲，成为阿哲频道的粉丝观众。在订阅之后，也可以点击这个小铃铛，这个铃铛点开之后，那么阿哲的所有的内容，只要我更新了，你就能够收到我的通知，不管是直播还是视频，第一时间都会告知你。想要不错过阿哲每期视频的同学，也不要忘记把小铃铛点开。感谢老同学的点赞以及新同学的订阅。我们现在来到下一部分，是日常的纳斯达克指数的空间测算最近的跟踪结果。这一个信息是阿哲专门为粉丝观众所提供的。如果你是今天刚订阅阿哲的粉丝观众，那么阿哲呢会至少提供半个月到1个月左右这一个空间点位的信息给你。你看到这里，在左侧的这条信息是阿哲呢每天盘前都会写的，专门提供给部分的学员。那如果你是订阅观众，就有机会得到这一份盘前的行情解析。关于这一个空间点位呢，是阿哲通过每天的计算，认为当天纳斯达克指数它最多也就会涨到某一个高点，最多的跌幅也就到某一个低点，这是股价的正常波动区间。如果有某一天出现了收盘跌破阿哲认为的最低的低点，那么就说明空方胜，空方强势则后续容易出现下跌，甚至呢是暴跌。而股价如果上涨强势突破阿哲认为的高点压力，后续呢容易上涨，甚至呢是大涨。而看到昨天的信息的结尾，阿哲认为3个交易日纳指收盘突破预测高点，所以目前的行情应该是看涨的。
这一个行情的信息，阿哲从10月份以来一直持续的发布，一直持续的计算这些点位，每天都会给一部分同学去进行收看。它可以算是阿哲的一种持续的行情广播，每天都有进行，只要市场开盘就行。而在昨天最新的点位，你会发现是不是高点？阿哲认为是19321.31，应该是一个日常波动极限的高点。但是在昨天的股价开盘就很接近了，而后盘中已经明确的有效的突破，有一半的交易都突破了，所以多方在昨天的表现是极度强势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一天才能知道吗？并不是，我们通过在感恩节后的这半天开盘就明白了。这一天的市场开盘直接开盘就接近突破，而后完全的整根阳线都站在阿哲预测的高点之上，这肯定是有效的突破。所以在这一天，阿哲盘前就说了继续看涨。所以接下来一个非常简单的跟踪纳斯达克指数趋势的方法，你就看一下它这种突破能不能够维持。如果能够维持，说明市场的风险不大。如果哪一天出现了不能突破市场预测的高点，阿哲认为最大的涨幅，那么说明多头走弱。而如果出现跌破阿哲预测的最大的低点、最低的低点，那么就是风险的出现。你会发现，像前面的大选前后的这个行情，市场呢在这一天出现了首次的突破，大选落定之前出现了首次的突破，而后市场是不是出现了大涨？这里继续出现有效的突破，而后一直出现突破，直到什么时候没再收盘突破呢？在这一根阳线的时候，在这一天市场没有再往上去突破，阿哲认为的理应出现了正常波动的上沿。那么股价在这一天开始有所走弱，而后连续的4天时间都没有突破预测高点，也没有跌破预测低点，处于震荡行情。直到这一天收盘跌破阿哲认为的预测低点，超过了理应的波动幅度，空头是很强的，是不是跌破之后立马出现行情的大跌？而后再次突破预测高点是这一天，突破之后股价一直延续上涨，涨到现在。出现跌破的这一天后，第二天立马反包，而后继续看涨。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新订阅阿哲的观众，那么你只要每天跟踪这些信息，关注一下这波行情什么时候不能突破预测高点，什么时候会跌破预测低点，你就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想要得到阿哲每天盘前的消息，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要订阅阿哲，而后找到助教老师即可。那么怎么去找到助教老师呢？在阿哲视频的下方有一个置顶的链接，是阿哲所发送的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你作为新订阅的观众，只要点击评论区的链接，就可以找到助理老师。助理老师呢，他会至少为大家去提供半个月到1个月左右这条信息，免费提供作为一个阿哲的体验服务，也是给粉丝同学的一些福利。我们粉丝同学只要订阅了，就能够体验到3重阿哲的福利。第一份是粉丝群组，阿哲呢有为我们的订阅粉丝建立了一个群组，当然呢不是每一个粉丝每个订阅观众都能够加入，有一些小小的要求。第一个就你最基本的，你要先订阅阿哲，成为阿哲的粉丝。第二个是你要足够的认真，足够的爱学习，阿哲才会邀请你进入到粉丝群组。如果你不是这样的学员，你说阿哲我就想听你一个观点，我就想听你一个股票代码，好，这样的同学呢，你就没有必要进入到粉丝群组当中。但如果你说阿哲，我是想要跟你学习的，我想要学一些技术面的真本事的，那如果你是这样的同学，你可以在阿哲日常的直播当中听一下阿哲的直播，而后选择其中的一份作业进行完成。因为每场直播阿哲都会布置作业，作业完成一次交给助教老师之后，助教老师会根据作业的表现来让大家去是否能够进入到粉丝群组，会进行审核这是我们粉丝群组的加入条件，很明确。订阅观众完成一次作业足够认真，我们的助教老师在审核过后就会邀请你进入粉丝群组。那么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依旧呢是评论区的置顶链接当中。而后呢，我们的盘前解析、点位预测以及呢一些内部直播都会在粉丝群组当中去进行去召开。像我们本期的一个课程，本周的内部课就是专门讲量价的5型谱，是对于成交量和价格之间的搭配配合，
一些更加进阶的技术分析的方案会分享给各位。如果你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的，那么不要忘记在找到助教老师之后去报名听一下我们本周的内部课程。感谢呢老同学对于本视频的点赞，也很感谢新同学的订阅。订阅之后呢，不要忘记我们本周是有专题课程的，这些都是不公开的内容，阿哲不会公开去讲的。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一部分，纳指跟踪的第3节，12月份上涨的预期。为什么阿哲你认为12月份上涨的概率很大，甚至呢是必然上涨？我们说股市当中没有100%的事情，所以说必然上涨，阿哲有些夸大，但是阿哲认为呢也是8、9不离10。我们看到这一份数据，现在你所看到是一个美股市场从09年到目前为止的月线走势，你会发现很明显是一个月线的大波段的走势一直上涨的，这是多方非常强势的表现。而今年很特别，是大选年，而根据大选年的历史表现，它有一些规律。第一个是12月是美股在大选年中表现第2好的月份，而比它更好的也就只有11月了，而11月就是大选月本身。我们上个月是不是出现了一根什么阳线，一根仿包阳线，一根月线上的仿包阳线，很强势。而12月份呢，平时也就比它差一点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选年的12月，美股它有 83.3% 的概率是会上涨的，这个概率是不是8、9不离10？是选举年中市场最有可能走高的一个月份。而后我们哪怕排除掉大选年，我们不说今年是大选年的问题了，我们就说概率问题。从晚年来看，就概率而言，显然没有哪个月份比12月份更有可能会上涨。因为据统计显示，过去的70多年里，足够的数据表示，美股在12月份上涨的概率，哪怕排除大选年的表现，它也有接近75%的概率。所以12月份的行情基本上大差不差，它总会有大概率的多方利润。我们虽然短线上有趋势线所形成的压力，但是阿哲认为，哪怕真的短线回调，12月份它越跌越是机会，因为它的上涨几率远超于其他的月份。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份数据是非常客观的，而不是猜测，我们是统计而来，它是一个明确的非常客观存在的概率问题。了解了这份数据，对于12月份至少希望大家能够抱有一些信心。如果11月份市场长出一根大阳线，你没有赚钱，那么12月份希望你能够把握得住。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关于特斯拉和英伟达的一些技术面的专题分析。特斯拉的空间和动能解析，空间上依旧还是这些点位，阿哲已经把这个点位放了1个月了，还能用到所以说特斯拉最近呢是确实有所走弱。市场当中目前在2个区间内震荡，一个是361.73，另外就是338.27以及334.96这是特斯拉的一个震荡区间，一直的在这里震荡。股价加速之后，这里就一直徘徊了。昨天出现了一个缺口，而且成交量呢是倍量的。那么关于这个量能倍量我们今天呢在视频当中倒不会去专门去提及，但明天阿哲的公开课，明天早上香港时间10点，阿哲就会讲到这一个倍量它的意义是什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不讲。这一个位置大家注意了，它是一个跳空的上缺口。缺口的出现，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当中，比如说特斯拉，我们看一下它的缺口，像目前你所看到的一个黄色的，就是特斯拉黄色的这个块，它就是向上的跳空缺口。那么我们会发现的是，从底下的这个缺口出现之后，是不是市场走出了强势上涨这个缺口越大越难回补，所以缺口出现之后，股价下跌，它只要缺口不补，那么就是机会大于风险。那包括缺口一旦形成下跌，你只要找到买入机会就行了。而我们看到像最近的一次上涨，是不是也是股价在上涨之后对于缺口的回踩确认也还是没有补，所以这3个缺口就是目前的3重巨型的支撑位，而这个支撑位只要回踩不补，后续止跌就是机会。那目前你会发现这个缺口
它是灰色的，因为呢它还没有足够长时间的没被回补。我们看下前面这里也有一个灰色的，也是向上跳空的，这个缺口出现之后，第二天立马被补掉了，这又不太好，说明一个支撑位直接被跌破了，股价是不是出现了一波调整？那么现在短期是否持有特斯拉，短期的持股方式就跟这个缺口是有关的。如果股价是走势强势的，那么这个缺口不应该目前被回补。如果本周就把这个缺口回补掉了，那么说明这里的强势是有待考量的。后续呢，它得要重新站到缺口上沿之上才能够看多。那假设如果市场真的这里是真实的走强，那么它不应该回踩这个缺口，它应该再次的进行上冲。你看一下，像前期出现了缺口之后，它会立马的去回补吗？或者说它会立马调整吗？并不会，它会在缺口之后还有上冲，这是一个缺口非常有效、不容易被回补的一种现象。当缺口出现之后，股价没有立马的回踩，而是还往它缺口的方向往上过渡了一段时间，那么这样的表现一般意味着这个缺口不容易被回补，是吧？缺口产生，而后还往上去干嘛？往上去冲了一段时间，再回调，这样的缺口就不容易被回补。所以这个位置的缺口是否真的强势？你看一下能不能够往上明显的再冲一冲。如果今天就出现影线再次踩一下，那么说明这个缺口一般般力度呢是一般的，做多的意愿没有想象那么强。假如真的很强，那么它就不应该碰都不碰这个缺口才是最好的，继续上涨，果断的把前面361给突破。就像前面的几个地方出现一个缺口依旧呢上涨，出现一个缺口依旧上涨，会直接去回踩吗？就不会回踩。出现缺口继续上涨，后续回踩是后面的事情，但是出现缺口之后不要碰它，那么就是一个很强的表现。出现缺口之后不要去碰它，就是非常强势的表现。后面踩不踩那是后面的事情，但至少短期1-2天内最好不要回踩。所以在价格的动能上，这是一个分析的方向。另外的就是这个空间的压力，目前能不能够上冲414讲的有点早，因为短线有一个价位目前还是没有突破，都1个月了还没突破，就是 361.73， 这个价位已经连续的1次不能突破回落，2次又不能突破还是回落，现在是第3次。我们说事不过三，第3次如果还不能过，那么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它的调整可能就不简单了。所以这是第3次，第3次要过了，第3次还不过就有问题。所以这个地方第3次的试探不能再是试探，要来真的，多头得要去把 361.73 给突破。这是我们这一部分空间和动能的解析，希望对你有一些思考的帮助。接下来看一下英伟达。英伟达的话，最近走势确实比较弱，从趋势线的角度，它是不是已经完全的跌到了最后一根支撑？它把前面的2根趋势线都已经出现跌破，而且大概率呢是有效的跌破。怎么对于趋势线是能够说是有效的跌破呢？如果股价的支撑是有效的，趋势线还有支撑的话，那么下跌止跌是不是我们认为会反弹？那股价下跌到趋势线上，它就会出现止跌上涨。那如果跌破趋势线，而后反弹又不能站回趋势线，它就会构成一个有效的跌破。而股价目前是跌破了第2根的趋势线，它目前想要测试一下是否是有效的跌破。如果这里的上涨不能够站回到这一根趋势线之上，而重新回归上行的话，那么这里就是一个对于趋势线跌破有效性的确认。而对于这一个趋势线有效确认之后呢，它就容易向下跌破最后的一根支撑。而这一根支撑如果也被跌破，那么英伟达这里的顶部特征就特别的明显，这是关于趋势方面要去注意的。同时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个价位是 141.1， 我们在上个月就多次提及，我们说过在这一个价位之上，英伟达还是有机会走强的。而在这个价位之下，英伟达大部分情况下是反弹，是弱势，做多呢只能小仓位，做多要小心，甚至呢我们后续要找空的机会。而目前的英伟达它是不是在一个假阳线，
我们说假阳线可能会见到底，假阳线被突破，一般意味着反弹，是吧？前面假阳线最高价被突破了，而后反弹，直到遇到压力。而我们在上期视频当中很明确讲到 141.1 呢，就是近期的压力，股价出现假阳线之后突破了，意味着可以看反弹，短期利润呢是有的，虽然不一定有多少，但是是有的。而股价目前能突破 141.1 吗？你要看一下这个位置的表现了。这里还有另外一根 K 线，它是假阴线，注意了，它是一根假阴线。那么这一根假阴线，它的价格是不是当天是上涨的，但最后是收阴的？我们说假阴线是不是跟假阳线一样，可以作为决策的方向？假阴决策假阴，它的实体下沿不要被跌破。如果实体下沿被跌破，那么股价将会再次的回踩一下这一根趋势线的支撑，测试一下是否有效。如果有效，就会形成底底抬高，而后再次上涨。如果无效呢，那么就有危险了，因为它对于前方上方的这一根趋势线的压力是一个测试，它确实是有效的跌破了。这是关于空间、趋势、价格、英伟达的3个维度的一个考量，3个维度的一个分析。下面我们看到苹果的话呢，阿哲这里就简单的提一提，因为前期我们有讲过，但是阿哲认为呢，它确实不算强势，在前面低点的附近提到了一些机会之后，就没有再跟踪了。最后一期视频讲到苹果的，应该是在11月的9号，当时在11月初5号、7号、9号的行情视频当中，还有讲到苹果，后续就没有讲到了。当时我们是怎么讲的？我们当时除了去关注特斯拉之外和英伟达之外，还有讲到的是苹果的波段底部的信号。现在我们看到是苹果的日线图，当时我们讲到的苹果的波段底呢，就是这一个钻石波段的一个信号。这一个信号它其实就代表了市场在一轮下跌，特别是大跌时，它容易出现衰竭，容易出现波段资金进场的一根 K 线。当时我们就这么去说的视频呢还保留在我们的一个公开的频道当中。这一天的价格只要高点能够被突破，就意味着它是一个机会。那么我们说这个波段呢，它虽然不一定会很强，但至少呢有机会走出来。只要这根 K 线不被跌破，你就可以看一个波段的上涨。而我们看了隔了1个月后，阿哲回过头发现它已经涨到了 240.79， 也不知道有没有同学还记得当时阿哲所说的这个波段低点的 K 线。那么现在波段上涨之后，它还能不能交易，以及上涨空间还有多少？从空间上来看，阿哲认为这个空间其实有一点麻烦，因为涨到这里，波段涨到这里，它刚刚创新高，那么这上面呢有一个空间是比较大的压力，它分别是 242.064 和 239.883， 这个距离，这一个价位，这一个压力，它有机会成为一个波段的止盈点，或者说停顿点。在这个区域，如果苹果不能突飞猛进，再次的加速，那么往往在这个区域呢，就是一次波段的高点。这也是目前如果你持有苹果，或者说近期买进苹果的，要小心在这个区域之下出现一些看空的信号，比如说负线，比如说下跌阴线高开低走，长上影线，在这个区域出现就要小心一些。那么接下来我们聊一聊有关于比特币概念相关的个股。在 MARA 的走势当中，我们看一下，昨天出现了一根长长下影线的阴线，这一根 K 线呢是放量下跌的，而后有一根长影线，尾盘呢有一些抬高的动作，说明有一些资金在尾盘进行了一个买入看涨。而对于这一根阴线，虽然有长长下影线，但是阿哲呢要提醒一下各位，之前我们说过怎么样去看待 MARA 这一轮上涨行情呢？我们是不是说看一下它的什么 K 线，它的假阴线，决策假阴，特别越是放量它越是有效。像这一根决策假阴，它是不是出现之后它的实体下沿没有被跌破，这是一个有效的支撑。一轮上涨当中出现决策假阴，它的量能越是明显的释放，越是会有效。所以这一根呢是最近最为关键的决策假阴，而它的实体下沿是不是在昨天产生了支撑？所以目前呢，对于这一个决策假阴来说，它的风险是不大的。但我们看一下这一根决策假阴以及呢这一根决策假阴，是不是它跌破了一次又站回来，
而后再次冲高，说明这里的决策假阴呢没有有效跌破。而相对于这一个位置的决策假阴最高点的这一根 K 线，昨天这里是跳空低开，而且有缺口出现，说明对于它来说是有效跌破的。那么这里阿哲认为，从低点到目前的利润，到目前为止，你应该要获利了结，或者说呢，你应该有所大幅的减仓，因为它已经开始跌破了一个决策假阴。你不能说它是无效的哦，因为它的实体大部分都在，或者说全部都在昨天的最低价之下。而后呢，它又有一个跳空的向下缺口，说明下跌力度是比较足的。那么我们就应该知道，空方目前的信号是什么？是往下走的，哪怕有长下影线也是如此。那唯独它可能出现某种现象，我们认为它这个跌破是假跌破，就是今天快速的1到2天内把这个缺口收复掉，重新收盘，站回到这一根决策假阴线的实体上沿，它的开盘价之上，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个比较狠的洗盘动作。它呢是假跌破，它是一种资金的砸盘行为，所以出现了很明显的价格上的有效跌破。但后续只要能够快速的修复缺口吃掉，假阴的高点吃掉，那么就说明依旧有戏。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这种现象之前，我们认为它是有效跌破，所以 MARA 呢当前要小心走弱，我们应该尽可能的观望为主。我们再看到下一只 Coin 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为什么要去关注 Coin？ 因为 Coin 的走势它在昨天表现有点不一样。如果你看不出来它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看一下 MSTR。 那么 MSTR 呢，它应该是相对于龙头的存在了吧，在我们比特币概念当中它是很强势的，但昨天的下跌它也出现了一根阴线，它的收盘价比昨天的最低价要低，是不是这种是一个空方的信号？它也出现了。而像 MARA 就更不用说了，是一个跳空下跌，所以昨天的这种现象，资金的砸盘现象、流出现象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在 Coin 当中呢却并没有，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而 Coin 目前所形成的价格，它是一个晕线，我们说的一个刹车。那什么叫做刹车呢？我们把它标记一下刹车的 K 线。像现在你看到 K 线下面有一些钱袋子的，它就是刹车动作。所谓的刹车就是晕线，当有一根 K 线它的当天所有价格都被昨天的实体所收纳，都没有超过昨天 K 线的实体范围，它就可以说是一种刹车的停顿动作。比如说市场如果在上涨，出现了一个这样的 K 线，今天的所有价格被昨天的实体所包裹，那么它是一种刹车的动作。好，这种刹车动作，它如果后续高点不能被突破，而低点反而被跌破，那我们就认为股价上涨到这里，它容易是一个刹车后要掉头向下的动作。那包括如果下跌当中出现它呢，也意味着市场有可能要转向。只要低点不破，高点突破，就是容易方向由下跌拐头向上。而目前走到这里，是不是一直是震荡的？那么震荡途中出现了一个刹车，说明它有可能要选择方向啦。股价能不能突破它的高点？如果能突破，则看涨；如果跌破，则这里是一个风险，也是看空的。所以这里是一个 Coin 的十日入口。这是关于 Coin 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否能会出现突破。突破呢，最好是一个放量的，或者说明显呢价格强势的突破会更加有效一点。那么我们看一下 MSTR 的话，它目前怎么去看？之前我们说过一个价格 BVD 下穿的问题，看到这根 K 线啊，这根 K 线是什么时候呢？是 MSTR 的11月26号，11月26号价格出现了下穿我们 BVD 的资金的蓝色轴，也就是说它是一根变盘的 K 线。当天的价格，如果股价上涨回调，它真的是回调，而不是趋势的改变，那么这根 K 线它会被低点击穿，它会被跌破。而如果这里是一个回调的低点，如果这一波行情真的是回调，那么到了这种下穿的 K 线的时候，就说明资金到这里应该是洗盘结束了，价格不会跌穿，反而会去突破。所以目前如果说昨天是 Coin 的关键 K 线，那么像MSTR 呢，它的关键 K 线就是这一根资金柱，它的高点如果能够被突破，就说明这里确实是洗盘低点。
之前的下跌都是洗盘，都是砸盘。如果这里是出现继续下跌破位呢，那就是风险了。所以 MSTR 目前在选择的区间内向上突破则看涨，继续能创新高。如果不能向上，而是向下跌破，这就不是一个回调，不是一个砸盘，而是真实的出货，要小心。如果你还不能理解的话，我们看一下前方，前方的股价又不是第一次洗盘了啊，像这里也是上涨，也有洗盘吧。那股价跌到哪个地方的时候出现了下穿，那这一天是不是下穿了？资金柱流出下穿了零轴，下穿之后有跌破吗？没有，突破了，所以它是一个洗盘。那价格这里又出现了下跌，那什么时候下穿的呀？这一天下穿的。价格后面有效跌破吗？没有，反而是有突破，而且突破之后呢还加速了，所以这里呢也是一个洗盘的低点。那目前呢就是再一次重复以前的动作。那我们看到这一天它有跌破吗？还没跌破，有点要突破的感觉，所以等待突破，突破就是机会。那么目前的一个排列组合当中，阿哲认为 Coin 呢应该是首要注意的，其次呢是 MSTR、MARA 呢要小心，这是当前比特币概念这3只个股阿哲的一些观点。那么最后呢，我们看一下亚马逊。亚马逊的话，上期阿哲的观点是什么？就是这是一根运线，这也是个刹车啊，就是刚才呢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Coin 的走势。就目前呢，亚马逊它是走出来的，前面是一根阳线吧，阳线的实体把第二天阴线的全部价格是不是都包含住了啊？包含住了，它就是一个什么 K 线？运线，刹车键。那价格走到这里出现了刹车，但后面呢是不是以突破为主？那么就是多头是有点优势的，那么这一天的上涨你就不会意外。因为这个刹车告诉你的呢，它就是这个结果。因为股价之前就突破了，所以这里呢是一个再次选择向上，而它的这个缺口告诉你，这个刹车键后续选择的就是向上。一般刹车之后，什么是最为有效的方向选择？就是一个缺口，向上的缺口说明刹车之后拐头会向上。如果是向下的缺口，一般就是方向性向下。我们看一下，像前面这里，是不是这里也有一个股价的运线刹车键？昨天的阳线的实体把后面阴线的所有价格都吃掉了啊，都包含住了。那么它就是一个刹车键。那股价你看，有时候只靠价格的跌破，你看没有用啊。突破呢，你看哪怕大阳线突破，也没有太多效果啊，因为我们会看到跌破可能是无效跌破啊，突破呢有可能无效突破。但是如果是缺口就会很有效。当刹车之后出现了一个方向性的缺口，就意味着前面不管是突破还是跌破，这里都是选择缺口的方向，会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所以这一个是运线，运线之后有缺口向下的，所以这里是个高点。而我们现在看到这里，这里是一个运线，而后是一个缺口，所以这里是运线后拐头选择方向向上。并且要注意的是，我们看一下缺口的一个地方，左边是一个向下跳空缺口，右边是向上跳空缺口。亚马逊目前这里有一个倒行缺口的同位缺口，而这个缺口如果能够保持上缺口不回补，那么亚马逊这里又是一个底部的反转，它又将出现创新高之后持续的上涨。那如果这里快速被回补啊，那就要小心了。那缺口方向一旦出现而后被回补，那么可能不是向上，反而可能向下。所以这里的缺口是亚马逊我们短期要去关注的一个关键点位。以上就是关于12月3号美股行情快报的内容。美股12月，阿哲认为大概率是上涨的，而其中以多头的利润将会占到主导。特斯拉会不会起飞？我们关注它的缺口。那比特币概念也还没有完全确定结束。目前是洗盘还是出货，我们需要等待关键 K 线后的确认。其中的 Coin 可以密切的关注，其次是 MSTR， 最后才是 MARA 的小心关注。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